不要！一堆凡人，自不量力。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我的朋友和家人，我也饶不了你。今天就杀了你这个妖女！既然你们非要阻止我复活地飞天，那我就要天下人一起陪葬，受死吧！不要！你们也太小瞧我幻生殿了吧！临近飞升之时，还要用我的生命打开妖女最后一重封印，我的心愿很快就可以完成了。复活地飞天是你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去吧，孩子，去吧。丫头！丫头，你怎么样了？丫头，怕是她已经变成了妖女，不再认得你我。我们只不过是她复活地飞天的挡路石罢了。
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！当初你死的也是这里。这个就当成我们的定情信物吧。我想跟你一起活。我曾经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地站在我身边就好。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准备好一切，然后风风光光地迎接你。也许人生沧海桑田，有些坚持和记忆永远不变。10年、20年、一辈子，永远都是第一天。33天宫，离恨天最高；440病，相思病最苦。你是我的，你怎么能去相思别人呢？你怎么？
无情，丫头。你懂什么？三界有什么好？若无贪嗔，若并无烦恼，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？为爱愁，为恨求，为情把魂魄又丢掉。要我爱的那个爱我，只要那一个爱我。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？我猜呢。若无病弱，若永无苍老，又怎叫花火孤身筑心斗？为人守，为心留，为梦把运气都赶跑。我终于做到了。美得多，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。我要失去你，以后不许你再这样做。一切本就因我而起，也该由我而终。只想与我一人至死，管天下人之生。半生着魔，从此之间，在我妖女，只有服药。我们竟然打败了命运的枷锁。天地不仁，但苍天有道，胸怀天下，相思而生，永不辜负。我真的希望这世间可以再也没有杀戮。当然，我愿这天下太平。我要你做这武周天权的皇后，这江府的皇后。我要每个冬天去带你吃烤红薯，我要带你吃遍绿洲山的鱼儿，带你踏遍这武周天地的每一寸土地。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护你周全，陪你一起老去。我们已经吃了太多这世间的苦，从此以后，我们要想遍这世间所有的天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永远都在一起。我很庆幸一次上遇到你。我也是。
宛西庵那边我去看过了，虽然破旧了些，但是难得清静。元皇后挺好的。之前德王府被查抄的时候，我偷偷留下了2件德王生前常穿的袍子。如果你还想给他立个衣冠冢，兴许派得上用场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他们藕断丝连，母后的心里只有他。若说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可越是怀疑，就越不敢去触碰，更不愿意去查探真相。父皇与我是子父，是严父，是这个世界上最信任也最亲近的人。我曾经想过，就算自己不是他的骨血，我们之间的父子之情也早已超过血脉。我从来就不在乎什么皇位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失望。可谁会料到，父皇的心里埋藏的只有恨，只有恨。你父皇，他疼你，是因为你的好；他恨你，也是因为你的好。只是你父皇，他终归是一个可怜人。人都有选择，可惜他偏偏选择了一条走不到尽头的路，还要拖着你们所有人一起。只是事到如今，所有的事情是真是假，是好是坏，你都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一切还来得及，对吗？来得及，来不及，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。我何时曾有过选择？曾经以为最爱我的人，却如此之恨我。我恨之入骨的人，就可以为了我死。你说，人心究竟是什么？无忌，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你，我也不会背叛你的。我会永远都在你身边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你不知道，以后你到底会面对些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从雪原山一路走来，
从一个最卑微、最渺小的我，一路走到今天，我知道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磨砺。也许上苍早已经注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有着什么样的使命，所以我们经历的所有的生离死别，还有恩怨情仇，都是上天给我们穿上一道又一道的盔甲，在真正的命运来临之际，会让我们变得坚强，变得无所畏惧。母亲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、最勇敢的人，没有事情可以把你打倒。从前不会有，现在不会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只是五洲现在不能乱，天权不能乱，你的子民需要你。我也需要你。说的没错，一个君王。没有。悲伤的权利。我在呢。君临社稷，天下富强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若我们不是这穹苍的长老，谁能想到这长青殿下竟藏着地飞天的封印巨石？我看这1000年的封印，怕是再也困不住他了。今日我召集各位来，就是要商议此事。如今地飞天之力又起风浪，月卓渊的那半残石已经守不住了。眼前的这一半，万万不能再生差错。诸位都是上古穹苍长老的传人，只有大家联手加持封印，才能避免天下生灵涂炭。我等虽然身负重任，看守这残石，可时至今日，这封印之石的暗黑之力日渐强盛，只怕我们4人的幻术灵力已不是他的对手。长老的意思是，我们4人可用元神合力压制暗黑之力，加持封印。但是此法虽可解一时之急，却不能永绝后患，便只能交由天地命数了。既是我们的使命，那便开始吧。
天下苍生命悬一线，无路可退呀！待他回到穹苍，只有妖女和帝飞天一同毁灭，五洲方才得生啊！玄灵真夜的天玄之人就在你身边，杀了他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危及你的生命。不杀他，你将注定要继续走这条最艰难的路。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当心别着凉了。我看你好几天都没合眼了，终于能睡上一觉，再好不过了。小时候我经常站在这里看看日出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这个皇宫仿佛也变得温暖了一点。世道的艰难，人心的险恶，根本算不得什么，皮肤一瞬罢了。我小时候也喜欢站在玄元山上看太阳，
这世间总有千般愁，万般怨，还有那数不清的拿得起与放不下。但是太阳从来不会在意这些，每天还是反反复复按照自己的路，每天都会照常升起。守得日出日落容易，守得人心难。谁让这人心最容易变呢？我一直相信，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劫，没有踏不平的疆土，没有劈不裂的恩怨，只有守不住的人心。看把你紧张的，我还能去哪儿呢？我可是玄机的女王，我还有我的子民在等着我呢。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拖累，害得我都没有好好玩一玩。等忙完了这一阵，我就把五洲好好的看一看，到时候想去的地方都玩一玩，去那些……我陪你。
新皇正位，五州永昌，众臣拜叩。新皇正位，五州永昌。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先帝遗训，丧葬从简。如今朝中大事已定，段同，你差内廷记下，冬至日贵人登天门吉时，绿竹山祭东，睿宗皇陵落葬。臣领诏。陛下，偏权新皇登基，理应派出御前使节前往穹苍接领受封诏书。臣已拟出数名备选官员，还请陛下过目。不必了，我心中已有去穹苍领命的人选。元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穹苍啊，给我定了一个死法。他们不但想要我的命，他们还希望无极亲手来杀我。无极，人这一生有很多比自己心愿更重要的东西，那些深爱和成全，宽容和放弃，牺牲和了解，轻易的抛掷和努力的争取，那些你们写在我一路血泪历程里，永远亮着，照耀我往前走的东西。没有你，没有你们，我走不到现在。我不能辜负了这借来的命，也不能忘了你们有过的牺牲和付出。如今，我已经没有可能再抛却这些印记了。他们看似轻弱无力，但却坚如磐石。
拿什么来对这诗一首？若无坎坷，若不曾跌落，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？为自首，为寂寞，为云烟过眼都可怕。丫头，我说过，再也不要不辞而别。你有我吗？有道所思，我求不过翻云覆雨厮守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，眉头紧锁。有道说来世多秋，为云寒蝉这么翻透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你不要去，永远都别去。如果你一定要去，那记得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求若不得，执念悬心。你不该来的。有道说来世多秋，为云寒蝉这么参透。事情关乎你的命，我怎么能不来？当初在玄机深宫，我犯过那样的错。我说过要带你走，却让你身陷险境。等我赶回去的时候，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从那日起，我便对自己发誓，我再也不要面对那样的来不及，我再也不要面对那样的毫无音讯。我要争取。师尊，无极师兄已经到达扶风雾海，还带了一位女子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你到底还是明白自己的身份，妖女啊！还是要回来了。师尊，无极师兄他怎么了？他但说无妨。他隐去了踪迹，我们无法找到他。孽徒！好，好，你们来了就好。幻生殿恭候你们多时了。
找到他们。这不是你天泉的上阳宫吗？算是吧。你是照着上阳宫的样子，在这又修了一处。穹苍的一切如真似幻，你所眼见的未必是真，看不见的也未必是假。这里是我花了10年的时间，耗尽毕生所学才建成的，如今应该算是穹苍最安全的地方了。花费了10年时间，建了一所自己熟悉的房子。这里应该是你最想念的地方吧？33天宫离恨天最高，440病，相思病最苦。原来无极太子也会写这么酸的诗啊！好了，来交代一下吧，这是让哪个师姐师妹伤了心，可怜巴巴的写下这种句子啊？怎么？你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啊？是吗？我就是吃醋。你是我的，你怎么能去相思别人呢？你怎么能？第一次说我是你的，你就是我的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师尊，幻生殿飞燕殿主说要见你。
飞烟，我长青殿和幻生殿虽同在穹苍，但这数百年里几无往来。幻生殿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找我？那弟子这就去回了他。慢着，幻生殿也是穹苍仙师所建。如今这幻生殿的飞烟，若要论辈分，还比我高上不少。如今正是五州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突然造访，也许是有要事，不妨见上一面。是，弟子明白了。师尊总说，凡尘不过是过眼云烟。穹苍弟子追求的，应该是永生永世。俗世原本对我来说，不过是身为天权太子不得不尽的责任。飞燕，我们才来到穹苍1个多时辰，幻生殿就已经派出这么多的眼线，飞燕那心思非同小可。我先去找我师尊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师尊正要拿你，我不能让你去自投罗网。如果我不随你去，你师尊会放过你吗？无极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若是你舍弃自己的性命，去换我的命，我是绝不会答应的。我希望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能一起面对。就这一次，我要你听我的。我师尊虽然严厉，但却是个胸怀磊落、心怀天下之人。若是他能找到方法解决这个危机，定然不会伤害无辜的人。那如果别无他法呢？我也会想到办法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真的到那一天的话，
我希望你可以亲手杀了我，然后在我死后呢，你要肩负起责任，保护好武周。我告诉你，明日西天的长藤星升起之时，我会回来。再说一次，你会在这等我？我等你。等我。长青殿与幻生殿已有100年不曾往来，殿主今日前来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吩咐？妖女已入穹苍，你说这是不是要紧的事情？依我所见，捉拿妖女刻不容缓，应当及早动手才好。这么多年来，长青殿为维护苍生、寻找妖女，也未曾与幻生殿提及此事。今日他已入穹苍之境，恐怕也用不着您来过问。此话不假。当年穹苍大战中，你幻生殿和地飞天勾结一气，残害苍生。虽然最后悬崖勒马，幡然悔悟，但你们已经犯下的罪过，穹苍不会轻忘。长老虽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当年正是我们幻生殿提出用玄灵真液与邪石相抗，方才能在战时转败为胜。论及功劳，我们幻生殿自然有一份，您不能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是寻常之事。可今时今日却是五州天下的生死存亡之际，难道我们不该摒弃前嫌，以天下苍生为重吗？据我所知，你这些年也一直在暗中搜寻妖女去向，难道没什么别的用意？穹苍安定，我幻生殿方才安定，这便是我的用意。当年我幻生殿误入歧途，仙域尽失，如今我所做的一切，自然是在弥补先祖犯下的过错。苍生有难，我幻生殿也应该担当一些了。若如此，再好不过。只是妖女之身事关重大，我长青殿早已做足稳妥安排，还是不劳殿主费心了。这长孙无极可是你长青殿之人，而这长孙无极还想丢掉五州的生死，保妖女一条性命，
这就是你长青殿的稳妥安排。你再三推阻我幻生殿的过问，难免让人觉得你是爱护徒弟，有意袒护呢。妖女之事事关苍生，我天机断无私情可言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你长青殿的高徒与妖女终日厮混，形影不离，不惜忤逆穹苍律例，施法为其隐藏行迹？长孙无极与这妖女相识已久，本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铲除祸患，而如今这妖女非但没死，还在你长青殿的相助之下，破除层层封印之阻。事到如今，大患已成，大乱将至。而这些，您都是知道的。为何没有听到长青殿提及此事？逆徒被妖女迷乱心智，我早已下令命他动手铲除祸患，甚至还启用了穹苍惩戒之术。如今无极已亲自将妖女带入穹苍，还请各位长老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以观后效。先前不为之事，如今又岂会轻易变了心思？难道你就不怕他再起包藏之心？此人到底是长青殿早就定下的继任之君，又深得殿主的偏爱。倘若有意徇私，旁人怕是也说不得什么。一派胡言！我长青殿向来磊落，自师祖长青子传业至今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五州天下，哪里容得下你在这里轻言放肆？怕是您误会了，我并非有意得罪，只是那个长孙无极已被妖女蛊惑，而你们师徒素来情谊深重，我是怕有人加以利用，蒙蔽了殿主的眼睛。倘若您一时心软，轻饶了这逆徒，枉费这毕生的修为不说，还会将这整个穹苍与五州牵连进去。到时天下大乱的时候，您这长青殿可真当要该背负千秋万世的骂名了。如今正是五州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任何人都不能逆天行事。他虽是我最看重的弟子，但倘若真的袒护妖女，那便是与长青殿为敌，与天下为敌。我天机断然不会姑息。殿主，您真有这番决心便好，如此自是五州天下的福运。我穹苍各位长老也终是能安心了。师尊的心思，他们怕是还不明白。他们当然不明白，我要的是妖女活着，而他们却是要她死。这本来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。为了复活地飞天，我幻生殿等了1000年，盼了1000年。长青殿的那些腐儒们，怎会明白我的心思？若是得不到长青殿相助，师尊岂不是白跑一趟？哼，长青殿不过是一处被高看的旧日琼楼，让一个妖女归顺而已。我还不需要假借他们之手。只是那个长孙无极过于碍眼，护在妖女身边，终究是个大麻烦。师尊是要借长青殿之手除掉他？哼！长孙无极对妖女一往情深，一路以来都护着她，自然不会让妖女落入我的手中。刚才我费了那么多口舌，不过是逼迫天机应下他该做的事情。长青殿出了逆徒，自是由长青殿出手严惩。这样一来，有人帮我拔掉这个碍眼的长孙无极，对付区区一个妖女，我有的是办法。你说话不算话，明明说好了我帮了你的忙，你就答应和我好好打一场。你一直缠着我，真的只是为了比试吗？你简直是……
对你太纵容，你闹够没？希望下次见到你，别再那么任性。那个扶摇就是你要找的人，以后别在他面前出现了。你将来死在他的手里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言儿，是。言儿，你要记住，这世间最无意义的，就是感情二字。是。长青殿弟子长孙无极，求见师尊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是。弟子回来了。那个妖女呢？扶摇她，并非妖女。你还想为她庇护到几时？无极，你忘了你的身份，你的使命了。弟子不敢忘，只是人命关天。弟子想请师尊应允，给扶摇一线生机。逆徒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为这妖女辩护？无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穹苍律例，忤逆师门不尊者，违逆，当以极刑。你既然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便休怪为师无情。弟子明白，愿受穹苍九幽幻境之惩罚。只是穹苍律例有言在先，四境之声，流于无形。一旦受罚者安然得过，无论是何等身份，都将受神殿礼遇，并得长青殿一诺相助。还请师尊不要忘记。你竟敢提穹苍律例！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徒弟。那就让我看看，你这10年的功法究竟过不过得了这九幽幻境？师尊，得罪了。
升起。明日，西天的长庚星再次升起的时候，我会回来。元宝，无极说长庚星升起的时候，他便会回来。可如今，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能不能让我去找他？元宝，如果无极出了点什么事的话，我也不会一个人苟活的。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你带我去找他吧，元宝。师尊，我本不应如此对你，可这非常之时，只能用此非常手段。无极，告诉我，妖女何在？师尊，我们穹苍总说心怀天下，可这天下却要依靠一个无辜女子的性命来救。徒儿想问您，弟子修炼那么多年，有何用？我们穹苍又有何用？我不和你辩这些，说，你把妖女藏哪儿了？师尊，非要不是妖女，她行侠仗义，她心怀天下，却要因为一枚五色石而枉送性命，这不公平啊！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可也许并非只有置她于死地这一条路。求到古籍上，还有许多早已失传的上古神力。无极只是想恳请师尊答应我前去寻找，也许能够给扶摇找到一条生路，也替穹苍、替苍生找到一条生路啊！你以为为师没想过这些吗？可这五洲天下，只有用他的性命而祭，别无他法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徒儿不信。孽徒，你当真忘了自己的身份？自打徒儿爱上他那一刻起，就已决定放下所有。过去的尊贵，自恃的骄傲，不值一提。徒儿早已立下誓言，就算此生豁出性命，我也要一生守着她，护着她。今生、来世，她在，我便在。甚至不惜与长青殿为敌。师尊，徒儿要护着扶摇，一生周全。我这一身功法，皆来自于长青殿。视人如山，永不敢忘记。可今日为了
如你师尊。无极，此之罪无可赦。这一身功法，看我师尊收了去吧。这是你逼我的。这禁锢神法能破一切内外真力，我长青殿已700多年不曾启用。无极，为师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妖女在何处？说不说？说！你看上我了？我喜欢那个明朗的你，我不想你被世间的磨难磨掉那样的光鲜明亮。是我不好，我没能守护好你，没能为你遮挡世间的腥风血雨。丫头，我想要给你天下，我想要给你五洲，我想要让你成为这个世间最快活的女子。若是你想飞，我给你天；若是你想跑，我给你草原。穹苍，不是说去长青殿吗？你是说上了这里便能见到无极？扶摇，不要姐，不要姐姐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这里还真不好找啊，多亏了元宝引路。你们都知道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和我们说一声？无极现在何处？他只说去面见师尊，可到了约定的时辰，他还没回来，我很担心他。那便一起去找吧。穹苍圣地，总该有个让人说话的地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去找无极。扶摇姐姐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穹苍幻境，处处都太凶险，我不能连累你们。我们是朋友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正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才不能让你们跟我一起受苦。如果这是我跟无极注定的命数，我应该跟他共同承担。哎，还有我呢，小心！你们。
怎么是你啊？不，太阳，住手！这是师尊身上的成见，你帮不了我。不但如此，你还会失去你的命。不值得。早就知道长青殿为了抓你要倾尽全力，早就知道他们不会侵扰你，为何还要选择在此时回来自投罗网啊？他们为了抓我倾尽全力。也好，这样服药也能少受一些苦头。既然我改变不了他的命数，如果能帮他多扛一分，便多扛一分。你到底还要为他付出多少？便是这大好的河山不值一顾，难道你连这条命也不珍惜吗？和他在一起，需要下地狱吗？如果是，我去。纵使你有天大的本事，又如何能与整个穹苍相抗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可是若想在这里博得一丝机会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你是要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不行！你我自有学习穹苍功法，自然受制于穹苍之力。唯有废除这一身功法，才有一些生机。不行！倘若不是师尊设下如此成见，恐怕也是难能如愿。此法凶险，千百年来从未有人真的做到过。这里是9天之巅啊！你此时还要抛弃毕生的修为，等同于去送死，你这是要拿命去赌啊！拿命去赌，要报扶摇的命本来就是在与天对斗，若能成，此生便能与他一起；倘若不成，还能与他同去。破而后立，死而后已。我长孙无忌，此生无憾。看这阵势，店主当真是动了肝火，连弑神钉都用上了。那个长孙无极原本笃定是长青殿的继任之选了，如今竟为了一个妖女，公然忤逆，要与穹苍为敌。就算是长青殿想饶了他，其他各门的长老也不会答应啊。那可是9天之巅啊，这样要命的地方，再加上弑神钉，即便是神般的武功也难逃一死。何况更难面对的是比死还要难挨的疼。9天之巅是什么地方？九天之巅就是无念山山顶。9天之巅在穹苍被称为神吼之地，亦是天神处落，亦不堪其苦。如何才能去？
你们去不了的。这一路上处处都是穹苍精兵，倘若没有师尊点头，你们绝不可能活着到达山顶。就你话多。真的要从这里上山吗？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站住！只要留下妖女，其他人我可保他不死。菲儿姐，你先走。你先去无念山巅，这里交给我们。我怎么能抛下你们呢？你先去，我们速速就来。快去吧，相信我们。谢谢你们，等我回来。你要找的东西，我帮你找到了。先前你独闯山门，与众人交战之时，我偷偷潜入长青殿暗室，终是寻到了此物。你想要得两全其美的法子，也许他能告诉你。没用的，师祖长青子最看重的一物，只有长青殿的嫡传弟子才能打开。可是，你没事吧？嫡传，长青殿嫡传弟子，长青殿血。什么？用我的血，用我的血，把镜子，用我的血滴在镜子上。有无始，有无生。有无生，有无终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无始，有无生。没想到我所求的两全其美的法子，竟然只有这寥寥的一句话。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当真再无他法，那便用这最笨的法子。太阳，不要，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就算你今日断了这噬魂钉，也会连累其他人。我不会让你这么做，你听懂了吗？你顾及着我的生死，他的生死，所有人的生死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想想？
你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想想？我从来就不是什么无私的人。我爱扶摇，为的都是自己的一己之私，可却连累你们身陷险境，生死一线。说来，为的都是自己的思念。喜欢原本就是自私的，不是吗？有无始，有无生，有无生，有无终。有无生，有无终。你说，不要，不要！如果这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死局，若是天意不能改变，那我便随他同去。无极如何了？已是9天寒冰之刑，常人至多半天就会求饶，未成想师兄这生生的扛了下来。逆徒，你们好生盯着，一旦有什么，马上禀报。弟子明白。此时最要紧的，还是赶紧派人擒住妖女。真要是让她闯入我长青殿，该成何体统？没错，眼下封印蠢蠢欲动，若再不降住妖女，恐怕局势将会失控啊！但是无念山绵延千里，如何能知道他的去处呢？必然是冲着9天之巅去了。他会去找那个孽徒。既然他主动前来，也休怪为师无情了。妖女现世，必须得死。怎么办？他们又来了好多人。你们去救扶摇姐，这里有我。不行，一个人太危险。我能守住这座桥的，实在打不过他们，我就将桥绳斩断，阻他们的路。你们快去！我和你一起留下。但扶摇姐更需要你们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们护着我，这次让我来护着你们。小七。